中国象棋史最具影响力棋局第25讲，书接上回，2019年第8届碧桂园杯决赛第5战，外星人王天一后手强杀郑惟桐后，比赛拖入加时，双方为70万元的大奖发起最后的冲锋。开局郑惟桐选择中炮，外星人王天一应以反攻马，红方此时直接选择兵5进1强攻，黑方先挺卒活马，红方马8进7，此时黑方不能进炮打马，红方可以选择兵5进1。那当你黑方打马的时候，红方可以马3进5，这样不仅踩炮，中路还有强大的攻势，黑方吃亏。所以这个局面下，王天一选择还中炮，准备从中路反击，好的选择。此时郑惟桐先挺兵活马，黑方跃马准备踩兵牵制红方的中炮。那郑惟桐呢，施展自己的布局飞刀，选择兵9进1，这步棋非常少见，将来准备走车9进3，掩护自己的兵线。此时王天一先补士，再选择车9进2，红方也补一手士，双方进入终局的扭杀阶段。此时黑方还是应该炮2平1比较稳妥，首先针对红方的边路，这样呢瞄住红方的9路边兵，将来准备要车1平2，子力平衡发展，这样的黑方是可以抗衡的。那么实战当中，天一特大选择马6退4，这个棋呢强行求变，结果被红方马3进5一跳，先把7兵给守住，那你黑方想要突破只能失去中兵，所以王天一实战选择踩掉中兵。但是这样下被红方炮8进2一打马，局势就对黑方不利了。因为此时这个马呀想要躲，没有好的位置，如果再回到原位，那显然呢被红方不断抢先。如果选择马5进7吃兵，那么红方此时有一个炮5平3的好棋，牵制住了黑方，这个底象的问题比较严重，那么黑方很有可能要赶快平炮给马生个根。红方再选择车2进6，将来随时有车2平3的牵制，黑方没有好棋，大概率要先补象固防，给卒生根。那么红方此时再马5进6，随时有马6进4奔袭卧槽，以及踩马之后再吃你的7路马这样的得子手段，黑方疲于奔命，难以招架，显然红方优势。所以这个局面下，黑方的马不方便动，就选择了卒5进1，看起来挺卒给马生根非常的不错，但是呢也暴露了卒临线的弱点。红方自然是车2进6切入进去，随时准备扫卒压马，黑方不能容忍，选择进炮顶住。那么岂料红方马7进6踩炮继续抢先，黑方疲于应付，只能是弹子炮继续联防。那么当前局势，郑惟桐可以考虑直接用马换炮，形势也是红方优势。那么实战呢，郑惟桐不满足于简单交换，走车2平4，目的很明确，准备要退车拔掉黑方的中卒，取得优势。但黑方又没有太好的办法去防守，此时先补象固防。那么当你退车宰我的中卒，我就把它放弃掉，选择踩兵。你吃我的中卒，我就换掉你的中炮，这样下呀也是相对黑方比较顽强的走法。此时王天一选择把炮先躲开，准备瞄一下红方的底线，但郑惟桐一看只有车炮在我的右翼，没有问题，果断放手进攻，这里没有理睬。那么黑方此时显然是不能进炮打车，否则红方可以直接踩炮，你打我的车，我卧槽叫香，再吃掉你的底车，黑方要丢子。所以现在呢，红方的马跳上来很厉害，踩着马踩着炮，黑方选择回马先手，郑惟桐简单换掉，好棋，这样呢可以取得简明的优势。这个局势下，黑方考虑还是用炮打呀，可能更顽强一些，这样子力相对比较集中。那么红方也没有好的突破点，大概率呢还是要先吃个卒。那么黑方呢就平个车，双方物质上是没有什么差距的，都是双车马炮啊，3个兵。那么只是呢红方的位置好一点，黑方亏的不多。
那么实战当中，黑方走马1进2，这样下呢，看起来这个马可以跳出，但前方无路，而且子力比较散，结果被红方进车一切，中路被切，现在呢两边的马炮都受到威胁。那黑方不耐，只能是先下底炮将军，再选择平车抓士，抢两个先手之后，你还是要解决这个马的问题，马位非常的不理想，那只能呢先行退让。那郑惟桐呢平车抓炮抢先，黑方虽有对捉，但红方的子力位置好，简单回马就可以守住。这里不是选择用马去踩足，保留用车来吃足抓马的先手，非常细腻。那么此时黑方也要躲炮啊，红方抓住时机，扫足抓马，再扫掉边卒，连续取得2个兵的优势，黑方由此落入下风，非常的艰难。此时黑方的边马位置极差，选择平车，准备将来把马运动出来。那郑惟桐顺势把车摇过来，准备下底炮推将，宰了你的边马，那黑方要赶快把马跳起。红方平车一顶，黑方跳回，再平车一抓，然后退车。红方走得非常细腻，控制住局势之后，准备自己的小兵要过河了。那么当前局势，黑方有一步顽强的平车要对，如果这样下，红方还是会遭到一定的考验。那么如果你简单把车对了，这个棋呢，红方也就多1个兵啊，黑方还是可以顽强抵抗。那么红方如果你不满意，随手走了一个平车，那这个棋啊，黑方还有非常犀利的反击，可以弃马点下2线，你不敢吃马，否则黑方双车卡肋，2鬼拍门，准备下步棋硬砍中士，再杀底士，红方反而被反杀。所以这个棋呢，红方也要非常小心。可惜的是，天一实战当中没有选择去对车，走了一步车6进1，结果被红方顺利把边兵渡过去，黑方的2路马将会更加的遭罪。此时虽然有平车抓象的威胁，但郑惟桐非常稳健，直接要对，不让你破象。黑方接受之后，此时还是可以考虑啊平车对车，虽然对完之后少1个兵，残局会比较苦，但是呢比实战效果强。天一的棋艺风格呢，就是要保留对杀的机会，他有的时候不愿意啊简单交换形成一个干亏，那没有任何的反击之力，还不如杀了，还不如投降。那么此时呢，天一就没有选择对车，他走了炮9平8。这步棋呢很明显要退炮打车，表面上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但实际上郑惟桐啊发现了这步棋的问题。红方来了一个将计就计，兵9平8，就当没看见，我还是横兵打你的马。那么当你退炮打车的时候，红方淡定的退一手，那么此时黑方啊就觉得这个棋呢不太好办了，因为你不能打兵啊，人家打着马呢，你必须要防一手。当你的马逃开之后，红方有一个兵7进1的妙手，借助你的炮位置不佳，把这个最难过的兵给冲过去了。这样红方采取这样的一个精妙战术，2个兵过河，取得明显优势。因为你黑方此时显然是不能飞兵的，否则红方有一个平车抓死炮的妙手，这个炮恰好没地方走，那么你一躲呢，我就拱死你，这个炮呢就阵亡了，那黑方必败。所以啊，黑方实战没办法，只能先逃炮。那红方呢再进车卡住象眼，双兵已经过河，黑方这个棋啊就极为危险了。此时再选的对车已经为时已晚，红方顺势跃马，那么刚才都没有对，你现在要是对了，这2个兵过河呀，黑方的这个底马永无出头之日，大概率将来会被捉死，所以也不敢轻易主动对，所以选择跃马踩车。那郑惟桐呢就平车抓一下，再扫掉边卒，继续扩大优势。此时黑方赶快把车杀出，准备寻求一定的反击，因为这边呢有炮打边兵的威胁。那岂料红方此时不理，直接摆中炮，黑方出将避让。那么这个局势下呢，其实红方有简明的赢棋，这里可以考虑平炮打一下，把这个黑方的马赶走之后，再把中象简单一踩，这样你一飞我一吃炮，这个棋呢你残象的情况下呢，我有炮，而且我还有这么多兵，
这个棋黑方就已经必败了。实战当中红方没有这么下，走平车当然也是红方优势，黑方先进炮想去对吃，红方自然是不愿意给你对吃，你再抓我再躲，你再抓我再躲。这里呢黑方跃马踩炮相对顽强，红方把炮躲开。此时啊黑方可以考虑马四进五，索性呢放手一搏。岂料天一此时呢走卒7进1，这步棋表面上看也不错，因为将来呢黑方伺机可以摆中炮寻求铁门栓，那将来再马四进五啊，炮9平5，黑方的攻势反而也很猛。但岂料呢红方此时有一步非常精妙的兵7平6，可能这步棋啊是实战当中天一所忽略到的。这个马没有来得及往前跳，被红方横兵一盖，这个棋啊就尴尬了。你现在不敢吃，因为红方正好有一个进炮打车，那这样一打车，你躲了白打你的炮，你吃兵呢我杀马是带将的，然后我再把炮一躲，这样我车马炮，而且还有一个边兵你没有处理掉，你剩单车寡炮，这些红方吃肯定是必胜，所以黑方不行啊。那走到这儿无奈之下呢，只能是把马往回退，红方再选择平车将，然后平车准备攻其底线。行棋至此，黑方无奈选择了出将，这样再一将，再选择平车。由于本局啊是加赛快棋，双方也都是犯了一些失误，这个局面是黑方最后的机会，应该直接把兵吃了啊！其实呢是有惊无险。那么红方你怎么攻？你现在下底将，我就垫个士，可能你最有威胁的就是打车，但此时黑方其实有一个飞龙在天，恰好可以化解。那你咋办？你用兵换我象吗？用兵换个象，那我相当于用一个象换了你2个兵，我完全不惧。所以这个棋啊，红方虽然也优，但优势的不大。比如你下底炮，我就把象落回来啊，可以说呢，纠结下来有惊无险，黑方啥事儿没有，红方有点鸡飞蛋打的感觉。这个棋啊，通过分析，此时呢是黑方最后的机会啊，没有宰这个兵，这个棋就坏了。实战黑方走的是将5平4，那么红方一步回马啊，这个棋呢你就不能再吃兵了，此时你再吃兵就来不及了。红方有马4进6，这个棋把马一跳，4子归边，而且还要打你的车打你的炮，这个棋呢黑方就防不住了啊，所以呢你不能吃兵了。眼看着红方这个马4进6太厉害，黑方无奈选择落象，用这个视角马呢看住这一点。那红方呢顺势把2个兵一合，黑方失去了消灭对方过河兵的机会，已经是危在旦夕。实战呢天一时间也紧张了，选择平车抓，那么红方顺势平炮一将，再平炮一将。此时你不敢轻易出将，否则红方车下底抓底象，这个棋把象破了也必败无疑。选择的是羊角式，那红方呢平车压马，黑方的马呀已经没有什么好路可退，已经是危在旦夕的状态，索性选择横卒对吃。那郑惟桐呢下的也非常简洁，我就简单吃掉，你吃我的炮呢，我再把你的羊角式一宰，形成了车马3兵的必胜之势。王天一说，你车马3兵在哪呢？我先宰了你一个再说，你现在最多车马2兵。好，郑惟桐说，我车马2兵也够用，选择进马卧槽。那么黑方杨氏，红方平车抓象抢先之后再选择退车，随时伏有进马卧槽叫将平车杀棋，黑方百车累到先守住。此时红方跃马卧槽一将，再选择回马，这里呢是踩卒踩士，以王天一的风格，不希望对方把卒踩了，自己没有任何的反击，所以选择了退车卡住。那红方呢就直接踩士了。此时天一啊有一个弃炮打兵的计划，意思是呢想用自己的炮换掉你的2个兵。那如果这样下呢，形成了经典残局，车马对车双象，这个棋理论上来说是红方必胜，但是取胜的难度极大啊，取胜的难度非常大，在实战当中胜率呢大概也就 30% 左右，所以呢红方肯定是不愿意这样去选择。实战呢郑惟桐有妙手，车3平6，卡住象眼的同时捉吃你的炮，同时红方这里伏有回马叫将抽车的棋，黑方没有办法，只能先解决叫将抽车，选择上将。
那么红方马退7继续抓炮，黑方此时选择进一步用卒看住，可能相对顽强，但人家车马兵你少双士，也是早晚要输。此时汪天一走的是炮4平5，那么红方一步横兵锁定胜利。走到这里啊，黑方天一呢就投子弹负了，因为下到这儿呢，黑方的炮被活活捉死了，你的车不能动，下不棋，直接应用兵吃炮，你就不敢吃，否则平车要杀棋。如果黑方此时选择下将，红方车6平5活捉黑炮，那么黑方的炮呢被净吃，想去换兵也换不到，这个棋呢就没有任何的悬念，没有任何的反击，只能选择投子弹负。凭借此局，郑惟桐终于是在决赛当中加赛击败王天一，最终夺得了最后的冠军，获奖70万。